邪恶之中原本是一款在 Steam 上收获了5000多条评论并保持特别好评的复古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用现代图形技术还原上古 3D 游戏画面风格的致敬之作，无处不在的会让你想起雷神之锤这类经典游戏。而到了今年的上半年，游戏开发者只推出了邪恶之中的 VR 版，跟平面版完全一样的关卡设计和叙事内容，以及依旧毫不收敛的超高速移动方式和游戏战斗节奏，让玩家在 VR 版里有着更沉浸式的游戏体验。邪恶之中 VR 分为7章剧情，走的是非线性模式，8小时的主线内容时长，21个关卡和7场激烈的 BOSS 战，甚至为了向上世纪的游戏环境致敬，内置了作弊器列表，可以给玩家自由修改。它整个玩起来就不像常规的 VR 一体机游戏那么单薄，你完全可以感受到这款游戏的内核是先来自桌面级的游戏，然后再有 VR 的操控与交互。而上一次给我这种既视感的游戏，还是21年登陆Quake 2的《生化危机4》VR 一体机版。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老朋友翟老师。那现在我们进入邪恶之中之后的第一印象，肯定就是它的画面风格。大家要知道，画面风格不等同于画质。你别看它这样复古像素的图形比较马赛克，但它第一次进入游戏，还是得事先做一次像红色物质那样的着色器编译。而游戏的战斗方式呢，很简洁，一开始就是一把斧头，斧头是负责近战攻击，然后你会拾取一把法杖。法杖按住扳机键就可以像枪械一样进行射击，负责这个远程攻击。然后你的左手这边会显示红色的血量和蓝色的魔法，在游戏地图里会不断刷出这种红色血球，还有蓝色的魔法方块，供给你恢复这个血量，还有这个法力值。游戏的地图设计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那种小迷宫，你会在某一条路线走到死路，但是你会发现一把钥匙，然后这把钥匙拿了之后，回到某个特定的路线，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可以打开一个新的道路出来。然后沿途呢，你就会遇到很多的小怪，它这里面战斗，如果你是用近战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击毙命，然后你用那个法杖的话，它差不多就是2下左右。所以游戏里的这些小怪基本上不会对你造成阻碍，但是跟他们战斗的方式，其实你会感觉特别的欢乐，手感非常的爽快。像它这种远程弹过来一个红色光波，你都可以把它给反弹回去。基本上它的这个战斗设计其实就只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你可以按住右手柄的 B 键，对于斧头还有这个魔法法杖进行一个切换。同时这个斧头虽然是近战武器，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给丢掷出去作为远程攻击。地图里会有些小机关，只要你用你的身体碰触到或者用武器攻击到，就会可以触碰这个机关，解锁新的地图路线。不过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游戏的移动机制默认就非常的快，这个速度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不能接受的。你们必须要在进入游戏之前，在设置里把它改得慢一些。其次就是这个游戏它虽然路线不难找，但是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绕。如果你对游戏的移动速度感到不适应，再加上比较绕的这个路线方式，很有可能会让你感觉到眩晕。遇到这种我们触碰不了的机关，就可以选择切换这个远程武器，用这个射击把它给打开。这个法杖呢是带一个冰属性，其实非常的好用，但是你要时刻注意到你的魔法用量，因为在游戏里它还会有精英怪，如果你过早的把这个魔法值给用完，可能面对精英怪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踌躇。面对精英怪的时候，老实说，如果你的血量是充足的，其实在默认难度下你可以莽，就直接上去3-2下就可以把它给干倒。而且游戏里给到玩家的这个补给品还是非常充足的，你基本上战斗一结束就可以马上对自己的魔法值还有血量进行一个恢复。那打败精英怪之后，我们就可以拾取第一把银色钥匙，左边这边还有个灵魂能量可以供我们去吸收。那这个灵魂能量获取之后，你只要把你的武器向上一举，就可以激活一个另类的特殊技能，这个我们稍后可以给大家展示到。那这里我们要进到新的路线的话，就需要另外一把金色钥匙，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侧去获取。游戏里面的敌人分为海陆空啊，就是既有在天上飞的，也有在路上走的，也有在水里游的。所以这个游戏里面的水的区域，你都是可以跳进去去找一下有没有一些隐藏的路线，你可以得到一些自己之前无法拿到的一些灵魂能量，或者说是血量，还有这个魔法值。基本上这个游戏的地图呢，它其实不会有那种纯浪费，就是迷惑你的一些地区。
反正就是如果你找不到新的路线了，只要重新绕一遍，肯定有某个地方是你自己看落了的。那我们现在向上走，就可以来到另外一处，就是黄色钥匙的地方。你看我这里面对精英怪，直接3下直接把它给劈死了。所以说，当你遇到精英怪的时候，如果你的血量状态比较好，就不需要犹豫。大家别看就是战斗的时候只有砍和射击这么简单的操作，但实际上玩起来呢，确实是比较爽。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个游戏它的平面版在 Steam 上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评价之一啊。它的 VR 版也同样继承了这样的一段优势。那我现在集齐2把钥匙就可以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那以上这些就是我对《邪恶之中 VR》这款游戏的一个初印象，我也相信大家能够根据我的这一段体验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感受。如果你对这一类复古的第一人称 VR 射击游戏比较感兴趣，确实可以来尝试一下。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要陪着 VR 成熟的另外走一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